大家好，我是小颖。你们知道饭店里的丸子汤为什么那么好吃吗？饭店里做的丸子鲜嫩多汁，汤鲜味美，清淡又不油腻。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丸子汤的小技巧，这样做出来的丸子鲜嫩多汁，不腥也不柴。首先我们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先切成薄薄的厚片，再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再准备一块大葱，先对半切开，再改刀切成葱丝。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再加入一小把花椒，然后加入200毫升的温水，再用手把它抓一抓，抓出葱姜里的葱姜汁，把葱姜汁的香味都抓出来。用这个葱姜水来调肉馅，不仅能去腥，而且还能够增加肉馅的香味。抓好之后先放一旁浸泡10分钟。接下来准备一块3分肥7分瘦的前腿肉，我们用前腿肉来做丸子，口感比较好。如果不喜欢吃太肥的，可以把肥肉再切去一些，然后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全部切好之后，把它放到绞肉机里面，然后盖上盖子，把它打成肉馅。这个肉馅我们可以打得碎一点。肉馅打好之后装入大碗中，再加入100毫升的葱姜水，再加1小勺盐，1勺鸡精，1勺胡椒粉，最后打入一个鸡蛋清，然后用手充分抓拌均匀。抓均匀之后，再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多搅一会儿，把肉馅搅拌上劲，搅拌至肉馅完全吸收葱姜水。把葱姜水吸收进去之后，再加入100毫升的葱姜水，然后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搅拌均匀，让肉馅充分的吸收葱姜汁，一直把肉馅搅拌至粘稠。像这样就可以啦，看起来比较粘稠的样子，而且还有一点拉丝的状态就可以。然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土豆淀粉，1斤的肉馅我们加入20克左右的淀粉就可以。如果放得太多，吃起来口感就不好了。然后继续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之后，再把剩下的淀粉也加进来。然后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把肉馅搅拌上劲。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边摔打一边搅拌。要想肉丸子做得好吃，有弹性不松散，摔打这一步非常的重要。整个过程大概3到4分钟左右。最后搅拌好的肉馅，用手轻松的能挤出一个丸子，像这样就可以。我们的肉馅就调好啦。接下来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开大火，把锅中的水烧至有密集的小泡泡，像这样似开非开的样子，有很多小泡泡的时候，我们再转小火，然后抓起一团肉馅，像这样来回的挤压。挤出丸子之后，再用勺子轻轻的取下来，然后把取出来的丸子放入锅中。我们放丸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勺子贴着水面放进去，这样丸子就不会粘连在勺子上。这也是一个做丸子的小技巧。肉馅一点都不会粘在勺子上，非常的干净快速。丸子全部下锅之后，用铲子轻轻的推动，防止粘连在锅底。然后开大火煮2分钟左右。水烧开之后，再把表面的浮沫捞出来不要，这个浮沫一定要把它捞干净，它的口感不好。浮沫捞干净之后，再加1小勺盐，1勺鸡精，1勺胡椒粉调味，最后再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小青菜，再把小青菜煮至断生，美味既成。然后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这样做的丸子汤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最后再加几滴香油增香。这样做的丸子口感鲜嫩多汁，不腥也不柴。
汤喝起来也是非常的清爽不油腻。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谢谢您的支持。大家好，我是小颖。我们的五花肉买回来不要直接吃了，当然也不要红烧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五花肉非常好吃的懒人做法，不用炒也不油炸，出锅之后比红烧肉还要好吃。首先我们准备一块五花肉，五花肉最好是选这种五花三层的，这样的肉比较瘦，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这块肉比较大，我们先改刀把它切成大一点的小块，像这种大块就可以啦，也不要切得太小。然后再把锅烧热，像这样猪皮朝下，用锅中的高温把猪皮烫一下，这样能够去除腥味，而且还能够去除猪皮上残留的猪毛。这一步我们要多烫一会儿，一直把它烫至焦黄色，像这样就可以啦。然后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然后加入温水，水的量要稍微多一点点。先用温水把肉给它浸泡一下，肉上面烤焦的地方会泡软，然后我们再用刀给它刮一刮。我们用温水浸泡过之后就比较容易刮干净了，我们把黑色的地方刮干净就可以啦，像这样就可以。然后装入大碗中，再次倒入温水，我们用温水再把肉给它清洗一下，把它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然后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这个肉片我们要切得稍微厚一点，给它切成1厘米左右的厚度，尽量切得厚一点，因为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肉还会缩水。肉片的数量根据我们家的人数来决定，喜欢吃肉的朋友也可以多切一点。最后把肉切成这样就可以啦，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全部切好之后把它装入大碗中，然后加入适量的姜片和葱段，再加1小勺盐，再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再加2勺料酒，然后加入3勺生抽，再加入多一点点的老抽，然后用手把它装拌均匀，让每一片猪肉都均匀地裹上料汁。抓均匀之后先放一旁腌制20分钟，让肉片充分的入味。再准备一个大碗，加入一把香菇，然后加入清水，把香菇给它泡发一下。我们也可以提前把香菇泡好。再准备一块葱白，给它切成葱段，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再准备几瓣大蒜，先切成小粒，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姜片，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再加一把小葱，再加2个干辣椒，先放一旁备用。这时候我们的香菇也已经泡好啦，把它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装入碗中备用。然后把锅烧热，不用加油，再把我们腌好的五花肉一块一块加进来，然后我们用小火慢慢煎，把五花肉里多余的油脂煎出来，这样吃起来不腻，更好吃。煎至一面金黄之后，再给它们翻一面，把另一面也煎至金黄，一直煎至金黄金黄的，像这样就可以啦。已经煎出了很多油脂了，然后关火，把它夹出来，装入碗中备用。然后开火把砂锅烧热，锅热之后加1勺食用油，油热之后把蒜粒和葱段加进来翻炒，炒出香味。炒香之后再把香菇加进来，再把煎好的五花肉一片一片的加进来，再把小葱、干辣椒还有姜片也加进来，最后再加1瓶啤酒。啤酒可以多放一点，我这里放了1斤啤酒。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大火烧开。大火烧开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炖，再炖15分钟左右。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看，哇，好香啊！整个厨房都是肉香味了。然后再加一勺五香粉，1小勺鸡精，1小勺味精，再加1小勺盐，然后用筷子把它翻拌均匀。翻拌均匀之后，再小火慢炖5分钟左右。时间到之后就可以出锅啦。我们这样做的五花肉吃起来非常的好吃，肥的不腻，瘦的不柴，非常的入味。五花肉我们已经提前给它煎过了，里面的油脂已经充分的煎出来了，吃起来特别的香，一点也不油腻，口感非常好。香菇也是吸煮了汤汁，非常的开胃又下饭。而且我们的五花肉吃起来外焦里嫩，非常的香。我们在炖的时候也可以加点鸡蛋，吃起来也非常的香。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谢谢您的支持。大家好，我是小颖。很多人在炸花生米的时候都直接下油锅炸，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那样炸出来的花生米特别的容易炸糊。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油炸花生米最正确的做法。首先我们准备500克花生米放入大碗中，然后把不好的花生米挑出来，把里面发绿发霉的花生米挑出来不要。这样的花生米不仅影响口感，而且吃了对身体有害。把坏的花生米全部挑干净，然后我们在碗里面加入这样的清水，水可以多放一点，没过花生米，然后用手抓均匀，让花生米充分的吸收水分。然后在碗里面加入1勺白醋，加入白醋能使花生米吃起来不干不涩。像这样简单的把花生米用手抓洗一下，抓洗干净之后，再把花生米控干水分，然后把花生米倒在竹帘上，再用筷子把它铺均匀。平铺均匀之后，再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晾晒一下，把花生米的水分晾干。如果你不想等待，比较赶时间，也可以利用吹风机或者是电风扇把它吹干，这样我们在炸花生米的时候就不容易脱皮了。最后像这样表面的水分完全干燥就可以啦。接下来锅中倒入多一点的菜籽油，因为菜籽油的烟点比较高，比较适合高温油炸。然后把花生米倒进来，这里要注意，我们炸花生米的时候一定要凉油下锅，千万不要等油热了再下锅，那样的话花生米外面比较容易糊，而且里面还没有熟。花生米下锅之后，我们开中火慢慢炸，炸的过程中要用铲子不停地搅动，使花生米受热更加均匀。我们先开中火慢慢炸2分钟左右。炸花生米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不要着急，这样炸出来的花生米才不会发黑变糊，一直炸到花生米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颜色稍微变红。这个时候我们再继续炸2分钟，2分钟之后关火，利用锅中的余温再浸泡5分钟。这样做可以使花生米炸出来比较透，吃起来里外都一样的酥脆，而且用油泡过的花生米表面非常的漂亮。泡5分钟之后，我们再开中小火炸2分钟，炸至像这样花生米微微花红就差不多啦。然后把它控油捞出来，装入大碗中，然后在碗里面加入1勺高度白酒，
这样能使花生米保存的时间更长，就算放上1个月也不会回软，吃起来依然高焖脆。而且刚炸出来的花生米一定要用筷子搅拌一下，这样花生米凉得更快。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刚炸出来的花生米是先放盐还是放凉了以后再放盐。如果刚炸出来的花生米就先放盐，那么盐一遇到热气就化掉了，花生米的表面就看不到盐了。如果放凉之后再放盐，那么盐就沾不到花生米的表面。所以我们刚炸出来的花生米用筷子搅拌至2分钟，然后再撒盐，这样刚刚好，盐也不会化掉，菜品也会更加的好看。盐也不要放得太多，盐多了就会很咸，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像这样炸出来的花生米特别的酥脆又好吃，不管是下酒还是当零食都非常的香。炸花生米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谢谢您的支持。大家好，我是小颖。大家知道饭店里的水煮肉片为什么那么好吃呢？而且肉片吃起来非常的嫩滑，还不脱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水煮肉片非常正确的懒人做法。要想水煮肉片好吃，首先我们选肉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选择这种猪里脊，这上面会有很多的筋膜和肥肉，我们要把它切掉，要把它切得干净一点。如果不把它切干净的话，特别影响口感，因为这个筋它咬不动。这个就是筋膜的部分，切掉之后直接扔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肉从中间切开，1分为2，然后再把肉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肉片不要切得太厚，大概3毫米左右就可以。这个厚度比较容易入味，而且吃起来口感比较好。把肉片切成这样就可以啦。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然后加入温水没过猪肉。我们用温水把肉片给它清洗一下，把肉片里的血水清洗干净，这样能够去除腥味。清洗干净之后再控干水分，把它捞出来装入大一点的碗中，然后加入1小勺盐，1勺胡椒粉，2勺料酒去腥，然后充分抓拌均匀，让肉片吃透料酒。抓拌均之后再加入2勺生抽，1勺老抽，然后继续给它抓拌均匀，让每一片肉片都能裹上颜色。这样等一下出锅的时候，肉片的颜色就比较好看了。想要肉片滑嫩，水肯定是少不了的，我们加入半碗清水，然后再下手把它抓拌均匀。这里我们要多抓一会儿，把肉片抓至粘稠，水分完全吃进去之后就可以啦。抓均匀之后加入1个鸡蛋清，加入鸡蛋清能够增加肉片的滑嫩度，然后继续给它抓拌均匀，让肉片和鸡蛋清能够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抓匀之后再加入适量的生粉或者是淀粉，加入生粉能够防止肉片中的水分流失，也能够让肉片吃起来更加的滑嫩。多抓一会儿，把它抓至没有干淀粉的状态，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油。加入油，等一下下锅的时候肉片不会粘连在一起。我们再给它多抓一会儿，抓均匀之后放一边腌制30分钟。接下来准备2毛钱的黄豆芽，再加入1大勺盐，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水的量一定要没过豆芽，然后用盐水把豆芽浸泡一下。再准备1张豆腐皮，像这样把它卷起来，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再准备1块葱白，把它切成葱花，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薄的厚片，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再准备一把小葱，葱白和葱叶分开切，把葱白切成葱花，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再把葱叶也切成葱花，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再准备几瓣大蒜，改刀切成蒜末，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再准备几个干辣椒，把它剪成小段。再准备一块火锅底料，装入碗中备用。这时候我们的豆芽也已经泡好啦，把它清洗一下，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捞出来装入盆中。然后锅中倒入清水，开大火烧开，水开之后把黄豆芽和豆腐皮加进来。我们把黄豆芽和豆腐皮给它煮一下，给它煮熟，大概煮3分钟左右就可以。时间到之后再把它控干水分捞出来，然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烧热，油热之后把大葱加进来，姜片和葱花也加进来，然后开小火翻炒出香味。再把火锅底料和干辣椒也加进来，然后继续翻炒均匀，把火锅底料炒出香味，把红辣椒中的辣味也给它炒出来。炒好之后再加入一勺郫县豆瓣酱，这里要注意郫县豆瓣酱不可以先加，不然的话容易炒焦。翻炒出红油之后再加入1大碗清水。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加入1小勺盐，1勺五香粉，1勺鸡精，1勺味精，1勺白糖，2勺生抽，1勺老抽，然后开大火烧开。大火烧开之后煮2分钟左右，煮出香味。然后再准备一个密一点的肉勺，把锅中的残渣给它捞出来，不要，一定要把它捞干净了。然后转小火，把我们腌好的肉片一片一片的加进来。这里一定要注意，下肉片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这样煮出来的肉片就不会脱浆。肉片全部下入锅中之后，先不要动它，等肉片煮至定型之后，我们再用铲子轻轻的搅动，防止肉片粘连在一起。肉片也不用煮时间太长，30秒左右就可以了。时间到之后，我们再把肉片捞出来，把肉片和豆腐皮、豆芽放在一起，然后再把煮肉的汤汁也加进来，再把提前准备好的蒜末也加进来，葱花也加进来，再加入适量的黑芝麻增香，最后淋上1勺烧开的热油，激发出香味，美味即成。一道非常好看又特别好吃，还特别香，还非常简单的懒人版水煮肉片就做好啦。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肉片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闻着非常的香，而且口感非常的嫩滑，吃到嘴里就像豆腐一样嫩，而且我们这里的肉片还不会脱浆，吃起来麻辣鲜香。黄豆芽和豆腐皮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入味，好吃。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谢谢您的支持。